Hello， Hello 啊，回去啊，回去啊，对，回哪儿啊？哪儿啊？滴答滴答滴答，眼皮好重，我疲惫的无法睁开双眼，脑袋昏沉沉的，某处神经隐隐作痛，好安静。现在是在夜里吗？咚咚，我感觉到了心脏跳动的声音。我才12岁，我90年的，还好没大你，你比我大8岁，跟我哥一模一样大。我哥哥就是82年属狗，我不也是你姐吗？所以你是我姐是啊，是不是天注定的姐？我不希望再看到那个视频了，我也不想再看那个视频了，销毁。我们俩共同努力把那个给视频给消掉。加入芒果 TV 会员，每周5、周6 12点抢先看乘风2024，尊享姐姐请上车、乘风运动会、天真时间等更多精彩衍生。今天我回宿舍呢，有一个回去的搭子，但是呢，是我的一个姐姐。你猜猜是哪一个姐姐呢？Hello 啊，这呢，我的尚雯婕姐姐。Hello， Hello 啊， Hello 回去啊，回去啊，对，回哪儿啊？回哪儿啊？回我们的老家，圣绝菲斯。回我们老家去。回老家，回到我们的大本营。今天很高兴啊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你是几号专车呀？我8号专车。啊，8号专车。记得后面要给我好评啊。是8号专车，5星好评，还准备了各种零食小吃。玩那么多吃的呀？哇塞！行，那待会儿开路上不怕无聊了。行了。我走了，走了。你是住北京还是住北京？你是北京啊？哦，其实你们还是在北京方便。你不在北京吗？你在上海？我也在北京，我也在北京。只是现在因为以前是问大部分人都住北京，但现在很多艺人会选择住在别的地方，比如上海啊，有的艺人住在杭州啊。对，是的。然后还有住在成都啊。好像现在北京、上海不是唯一的选择了。对，是的。啊，那你住在北京，你那个多少年了？我从08年。08年，那就是我们拍剧那年。对啊，你大学1年级。我那是大一啊，第一次去。哦，第一次拍东西。那等于08年开始到北京，然后就扎下了。扎下了，就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北京。其实北京1年也就回去不到1个月，就是加一块的时间。啊，因为你们拍戏基本上就在剧组里面待着。对，去一个地方就在那儿3个月。所以北京住的实际上也不多。对，是吧？你喜欢北京吗？我记得我06年底来北京的，刚来的时候特别不适应。我差不多过了6、7年以后啊，11、12年才开始适应北京的，因为我南方人嘛，就感觉比较难适应，就觉得气候吧又干，然后呢北京感觉又大。对，终于体会到什么叫望山走死马。是的，我跟你感觉一模一样，因为我也是南方人，就是我是湖北人，反正不算那么难。湖北我还是挺喜欢的。我对武汉印象很好。哦，是吗？因为武汉是我的宝地。哦，真的吗？就那边是，比如说法国文化重镇，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在全国各个这个区域里完了，然后咱们都集中到武汉去做总决赛。我记得我那时候是第一次出上海。然后就自己坐了14个小时的那个绿皮火车去武汉，然后参加那个比赛，然后拿了第2名。哇！总决赛拿了第2名后，就跟第1名一起奖励，就是去当年暑假去法国去做文化交流。哇，那也太爽了吧！然后那个时候就去了以后，因为都是学生嘛，就住在那个青年旅社里面，一个屋子10几个人住着。然后我们那个团队是等于从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，都是参加那个地方的法国领事馆办的这种唱歌比赛啊，前几名啊什么的过来，有22个国家，有60多个人，哇，就是60多个年轻人，全是大学生。吵倒是很吵，但是就那段经历很神奇。那这个经历也太好了吧，我好羡慕呀。然后那个时候就大家一块儿，就是他是干嘛呢？把我们聚集到了，先从巴黎，然后一群人把我们坐高铁带到那个法国西边有一个城市叫拉罗谢尔。他每年有一个音乐节，然后就把我们这群
穷学生啊聚集到一起，然后带着我们去看音乐节的各种演出。啊，因为那会儿暑假嘛，当地学校空出来了，就住在当地的那个学校寝室里面。然后这么过了大概2周的那个交流活动，反正挺神奇的。22个国家，互相之间语言都不同。那怎么交流呢？靠散装法语，以及散装英语，以及打手势，以及有时候眼神交流。你还有现在有联系了吗？没有了，没有联系，觉得有点可惜啊。因为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交流工具也不太发达呀，那时候我都没有手机。我记得我大学2年级才开始有手机的。我02年才开始，我01年的时候我都没有手机，我们那时候用的都是固定电话。哦，对，是的，我想想，02年我刚好上初中，对，那个时候我也是那个时候拿的手机，是吧？翻盖的那种，那个黑白屏。一般那个时候能够拿翻盖的都是特别时髦的。那会儿大家都是拿那种，然后我拿了个翻盖的，确实嘚瑟了一段时间。你那会儿读初中，12岁了嘛，12岁上初中，初一，我才12岁，你比我小1轮吗？我12岁啊，我90年的，我小1轮吗？没到1轮，没到1轮，还好没到1轮。10岁，有吗？也没有，也没到10岁，你比我大8岁。属狗对不对？对，我属狗，跟我哥一模一样大，我哥哥就是82年属狗。你不是独生子女啊？我不是，我有2个哥哥。你是老3？对，所以我的性格有点就是比较活泼，因为我家里我跟我哥哥一起长大的。但是你是？我独生子女啊。我是组合家庭。我爸爸带一个哥哥，我妈妈带一个哥哥，然后他们俩在一起有了我，然后所以你那俩哥哥跟你其实就是同母异父和同父异母的关系，但是我们感情非常非常好。我哥真的就是我难过的时候，我回家，然后我哥都会陪着我。那真的好幸福，好有兄长力啊。对，还2个哥哥，对，都宠你，都宠我。这次录节目太累了，然后上次回北京，我哥哥还刚好出差来北京，然后来看我。但是我真的那会儿在练舞，累得说不出话来，匆匆的见了10分钟就走了。对，你那会儿嗓子也不好啊。对，嗓也说不出话。对。然后我就给我哥还发信息，我说哥，我太累了，我说见面没有太热情，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，因为没有人不聊天，我发现就会少很多东西。对，还是要常沟通嘛。所以你哥跟我一样大。对。都属狗，2个哥哥都属狗。我不也是你姐吗？所以你是我姐是啊，是不是天注定的姐，你知道吗？我能跟你说个实话吗？我到现在想不起这任何一个细节。这个事情真的不赖你，因为呢，我估计你那天就只拍了几个小时，我都知道。因为你那天其实总共你工作时间应该大概就3个小时左右。那天戏份不多是吧？你到现在真的都没想起来啊？我后来使劲想，你都不记得怎么会拍过这个照？有一些回忆回来，但我想到的是什么呢？我记得我有一方坐在某个角落里面候场，所以我突然想起来，我那会儿应该是在拍戏来着。但除了那个候场的场景以外，我所有其他场景全都想不起来了。但对于我来说非常的深刻，是因为那是我第1次拍戏。对，你那会儿跟我说，你等于刚上学，对，然后又是这第1个让你就类似于像实习的机会嘛。对，那会儿才大1，你大1，然后他们到学校来挑的人，在我们班上把我挑出去的，我还去面试了，因为那是我通过面试一层一层被筛选上的。我去试戏，试完了，然后人家看上了，然后我才拥有了那个机会。那很有成就感啊。非常有，然后才见到了你。嘿，然后我可开心了，而且我说了，你那个绿衣服是你的，裙子也是你的，然后你让给了我穿的，我当时记得特别深刻，是从你的箱子里面拿出来的，我自己去找的你。我就在你面前的时候，我说姐姐，我说有一件绿色衣服我想穿，能不能穿呀？我说但是是你的，我说因为我的衣服实在不合适。然后你说拿去穿啊，没事。他说我本来也不喜欢穿那种东西。你后面那句其实可以不要说出来。真的，你当时我说我也本来也不喜欢穿，那也不是我的风格。然后真的我记得很清楚，你跟我说你就应该说成对吧？反正我也不记得了，你就该说成你去穿吧，只要你喜欢，你唱的你穿的好看。那我理解的是，因为你怕我觉得
给我压力嘛，所以你会给我一个台阶下。对，我是这么理解的呀。哎呀，这个太会说话了，当然，你当然哎呀，是在给我小文静台阶下啊，哎呀我当时情商好高啊，你，我怎么会一点点吧？哎呀，虽然你不记得这个事情，但是我觉得太正常了。就像如果是我现在你跟我说我在10几年前拍的一部戏，然后突然里面有一个跟我只拍了3个小时的人，他跟我说当时我们俩怎么样，我肯定想不起来的，因为可能还有太多其他的记忆在覆盖这个事情了。这就真的很记不到，但是对于那个人来说肯定是非常珍贵的。哎，虽然你这么说吧，我心里好受一点，但是也是不应该。不说的是真的，但我觉得你这样说，我当然会心里是有舒服一点道理的，这当然一定是这样的。但你知道有一个区别，就是你们是演员，你们演过无数部剧，你们可能会不记得很多年前演的某一个剧的细节。但你知道我是个歌手，我这辈子就没拍过几部戏，我拍过的戏，这个手指都多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个戏太短了，我拍过的所有戏都这么短，也没有几部，大概也就5个手指都装不满。然后呢，就这么几部戏我也都不记得。他这是我们所有的 cut 5分钟啊，我都没见过5分钟的。这么长我没看，这么长。这歌是我唱的。Yes。刚才是你。我干嘛呢？不知道，你开了个车，潇洒路线了。希望网络之家的发起人上台领奖。天哪，那会儿我是大1。有请神秘嘉宾上台给优胜者你颁奖。这好像是。我来颁奖了。这不是你吗？哎，这走路姿势必须是我。啊！当然是我了。我们还演过2场戏，不只是3个小时。恭喜你！对，那天你来的时候，我没有跟你说话，因为就远远的看着你。哇塞，这个什么时候是什么？把它删掉吧，真的是。哦，太尴尬了。好像在百子湾那边还是什么地方忘了。不知道。北京那小区，哎呦，你还太忙。对，你快点看，马上我最丑的一个地方要出来了。这是你在跟我用那个QQ聊天。你看多好看！你看这个照片，我要死了。我觉得我还是想唱歌。考上大学算是给爸妈有个交代了吧，但唱歌才是我的理想。好可爱，服了。哦，这个台词念的我姐尴尬死。我支持你。我那会儿说话声音都不一样。等你考到那所学校，我的妈呀！我也要上你那所学校。我要吐了。到时候呀，咱们还能一起唱歌。哎呀，小傻瓜，等你考上了，我早毕业了。哎，满足你们，还能一起唱歌，真的满足你们。我们还一起上课呢，尬死我了！你看我看他弹幕上写的尬死我了，我觉得这弹幕是我嘴替。有几次我都想算了，别唱了，回学校念书去。姐，你唱歌那么好，不唱不要多可惜。看别家的乱七八糟的。你还小，你不懂。有些事啊，人生当中你选了一条路走，有时就要放弃另外一条。过几年你就懂了。这个话题太伤感了。哎，你以前有点婴儿肥哎，我以前是挺胖的，是有点婴儿肥吗？对，就我大1的时候。那除了婴儿肥以外，跟现在也没变化。什么呀？谈恋爱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那会儿演的真的太差了。算你长大了。但你别说了，那人看长什么样？一直战术性拍你，就是找肢体动作找不着。哎呀，这眉毛还是我妈给我修的，老细了，你看着没？高高的，眉毛有点复古。帅帅的。对呀。
一个被窝，你看没？那确实是一个被窝，那还是你真的没说错。对啊，还靠肩膀了，还摸手了，你看。还一块唱歌。怎么突然拉起来了？有人说怎么突然拉起来了？哎呀，我怎么拍不这东西？这个我还有印象，这个我还真有印象。想起来了，所有人拍的细节想不起，但这首歌我有印象。看你的整点记忆里对音乐还是敏感的。我在这里我不希望再看到那个视频，我也不想再看那个视频了，是吧？咱握个手，太吓人了，那个视频销毁，我们俩共同努力把那个视频给消掉。然后结果这个出了之后，更多人看那个视频了。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播之前把它消掉，把这个 KPI 给完成。要把它销毁掉。啊，太傻了，这个时候。主要是我受不了我那个拉，突然，而且那个讲话就是啦啦啦啦啦，我们就可以唱歌了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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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姐，就可以一起唱歌了。我有喜欢的人了，哎呦！其实我很想问你，你应该是 I 人吧？我绝对爱到极致的爱。因为有的时候感觉你，有的时候其实会给人就是距离感的。但是跟你聊天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其实你是一个很好的人，很好接触的人。但如果你不跟你接触的时候，你不主动出击的时候，会觉得你是不想讲话的。有些朋友可能如果看我，就如果不认识我啊，看我一些节目会觉得我是个艺人，就是我会伪造一种假象，强输出，对，为工作发电。对，因为以前特别自我的时候很闷嘛，很哀的时候，就发现工作场合里面很多人就是他会看到我会害怕，不敢跟我说话，第二个呢就是跟我聊天啊就聊不出来什么，然后也就渐渐的也不喜欢跟我聊天了，反正朋友也交不着几个，因为很被动嘛，然后慢慢的也就自己越来越安静，所以后来就觉得这样不太好，对别人工作也不好，就别人心情很好的过来，我也给不了什么情绪价值，然后人家还得东猜西猜，觉得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啊，有什么事儿不高兴了呀，或者你有啥事情对吧杵着你了，后来就会觉得，哎，虽然我自己自在了啊，我就是在那闷着，但是给别人造成了困扰，后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，那觉得不太好，所以我后来在有工作的场景下，我还是会时不时提醒自己，就尽量活跃一些，因为如果我完全顺着自己原来的那个性格个性，就是真的闷在那儿的话，别人会觉得我是不是发脾气了，但其实我没有发脾气，我只是比较舒适的待着而已。但是真的有哎，你记得昨天晚上我们一起回团车回去的，你一个人坐在那里，我都没敢跟你打招呼，因为我怕你那会儿是不开心了。后来你下车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你就自己一个人下车了？然后苗苗还叫了你，小姐上姐，晚安。然后你又回来很灿烂的晚安。然后那会儿说哦还好。我开始以为你有什么事情不是很开心。没有，昨天晚上确实我比较安静，因为昨天昨天 DZ 走了嘛。哦，我明白，那个时候那你确实是在难过。DZ 我跟他合作过一个舞台，然后他也是我等于进这个节目的第一个团的成员，我们感情特别好。明白。然后后来他一直都是我室友，就跟我是住一间屋子的。对，我们不是在一个宿舍吗？对，我那会儿不是还给他过生日嘛，然后你们还给我闹笑话嘛。对。所以昨天我上车前呢，我情绪是挺低落的，
但上车以后呢，我就开始回微信，然后刷一些新闻啊什么的。所以因为等于还没从那个状态中走出来，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刷一些这个微博啊什么的，转移注意力。转移注意力。哎，我后来好像忘记关声音了，我还刷到一条戚薇的一条新闻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见？没听到，但好像是听到你的手机响了一下子。对对对，它是一条视频，不是个照片。然后它就出声了，你知道吗？赶紧关了。车上一车人呢，我在想，我这么看人八卦真的不太好吧？笑死了。然后后来很快我就到了嘛，我就下车了。车里以后，反正那会儿我还愣了一下，我想，哎呦。你们不会听见我在那刷手机？哦，原来你那么仓皇而逃，是因为你觉得你很尴尬。对，然后你们还给我打招呼，还说哎晚安，我说哎晚安。我是说你回头的那个脸特别的心虚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现在回想，就是你那个回来打招呼那种，就是因为你不是拿了个包还是什么，就是抱着个袋子下去了，就跑得特别快。然后完了就叫你的时候，你回头那个笑容就是很心虚，就那种嗨完。这我在想你的情绪好奇怪，我说到底他经历了什么事情？我上车的时候很down，很低落，结果后来因为你自己干的刷手机刷出了一个意外，然后呢走的时候而且你们三个人突然就很大声的跟我晚安，然后我就觉得。为什么要三个人同时这么大声的跟我晚安？因为淼淼叫了你之后，因为你下去了，其实我很想叫你，但是呢，我又怕你，感觉你情绪我是能感觉到你情绪其实不好，很低的。我就想说，那我就给你一点空间。然后呢，但淼淼叫完之后，你转过来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要给你一点情绪价值，然后让你 cheer up， 所以我就晚安，然后让你努力的看到我在跟你晚安，你知道吗？那一刻我已经应该从 down 的情绪里面被尴尬冲过去了。太尴尬，虽然也 down， 但是 down 且尴尬。笑死我了！哎呀，不知道刘星他们听到了没有啊？他耳朵应该很灵敏的，回头问问他。笑死了！这个事儿要不咱们就不提了吧？我觉得不问吧，人家说不定也就黑不提白不提这事儿了，是吧？反正尴尬的事情谁没有干过呢？太好笑了！我要开始吃蟹黄锅巴了。我也想吃锅巴，我刚刚去看，想吃。那你能吃吗？吃，我能吃，为什么不能吃？我开车也不用嘴开。那当然能吃。真的。蟹黄锅巴真的超好吃。好吃。我超爱蟹黄锅巴。我还听过你一首歌。是叫什么？哦，白天不懂夜的黑。白天不懂夜的黑，是吧？那是娜姐的歌，那个时候翻唱了。这样唱特别好，而且我听过最好听的版本。啊，这是我的书哎。哦，对，说你教时尚的，是不是？对，那个这其实有点一半写真，一半讲点什么配饰搭配啊什么的。但这个时候的样子跟我这个刚才看剧里面的比较像。这是同时期的吧？这个稍微晚一点点，不多，但晚一点。天哪！虽然啊，记忆中你就是这个样子的，但是现在看着还是非常的震惊和震撼。我也是走过什么文艺什么腔调的。面对择业的排列组合公式便越为复杂，这绝对是你写的。理想的公司不会给你理想的岗位，理想的岗位又往往是些次理想的公司。这种话术就是一看就是你的，因为非常有逻辑。分析就业呢。但离谱的是，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哟，蔡文进驻。哟，你写过书啊？逃出红房间，蔡文，陈峰出版社。他们在整我。陈峰出版社，我之前发在网上的网文。哦，引言，哇，好认真啊！逃出红房子，这是什么？惊悚小说？这是我写的啊，惊悚的，恐怖小说。写了1、2，悬疑的，写了3章。哦，看一下。滴答滴答滴答，眼皮好重，我疲惫的无法睁开双眼，脑袋昏沉沉的，某处神经隐隐作痛，我的大脑现在好像只能传递疲惫的信息。好安静，现在是在夜里吗？滴答，我听到了时间的声音，几点了？
我睡了多久了？咚咚，我感觉到了心脏跳动的声音。没写下去啊？我就是啊，写不下去啊？为什么写不下去啊？这不挺好的吗？因为那会儿写的就是晚上写，白天睡觉，神经有点受不了了，身体吃不消了。这个，你干嘛会想到写这种？我喜欢写，而且你知道我特别想写网文。之前几年的时候，我想过我自己用一个别名，然后在上面发网文，但他们要求1天1万字，我说那有点做不到。就是我有 KPI 的。对，就是你日更起码1日更要在1万字，你到不了的话，你这个就没有办法盘活你这个文章，就大家不会来看。哦，所以这工作量把你劝退了。对，但是我特别想写，但是我又觉得你写很多故事，人家会影射你的真实生活以及影射你的思维。但你要用别名，人家也不知道这谁啊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我就觉得特别好，但是我又怕用别名没人看。那当然是写着蔡文静会有更多人看。对呀，所以我就很纠结。那你要不就用蔡文静家的猫？我用一个尚雯婕，然后其实是我写的，然后你就曾经我从来没有写过，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尚雯婕到底是谁。你就说我发誓我绝对没有写过，然后但是又有一个尚雯婕的作者一直在写，其实是我。哎，这个真的不错哎，到时可能也会有一点点人去看吧。对啊，就是我既能够吸引你的粉丝去看，但是呢，哎，你会告我吧？就我觉得感觉哪里不太对呀、对，我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。对，我突然想，哦，对，这个东西你会告我。是你干这事儿吗？告诉你也不至于，我只是可能会给你发个消息。哎，妹子，你干嘛呢？妹子，你悠着点。妹子，你最近是没进组吗？我在组里呢，压力太大了。一到晚上凌晨2点就要发泄。哦，那要不我跟你们这个组的领导沟通沟通，给你戏拍多一点，让你不要有空瞎搞。哇，真的是怎么会？我们人生怎么有这么多搞笑的历史啊？哎，我现在还好像还能记得那歌怎么唱哎。啊！模样。其实这歌还挺好听的。是好听的。你再抽张卡呗。好啊。专注做好工作和建立职场人脉，哪个更重要？反正我是觉得，要能把工作干好的，还是先把工作干好。对，对吧？是的。在这基础上稍微做点人脉工作，还是有必要的。对，而且主要是看你的工种是什么。如果你的工种是更需要建立职场人脉的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对吧？那你当然要去看哪个领域。对，比方说影视行业里面，你是做统筹帷幄的人的，那你当然是要建立人脉联系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人好办事嘛。对，是。如果你是做技术工作，你是摄影老师，你天天在那搞人脉，你也不专注于拍摄，你疯了。你说，哎，我先去跟他们聊一聊，打打关系啊，你帮我拍一会儿，疯了。演员有的时候也是，比方说，如果我有一天我是导演的话，跟我关系再好，如果他演的不行，我还是不会用的。对，是的，是的。你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。招牌，对对对。你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个问题，这是情感性。对，给你的问题。这砸我自己头了。你会选择一个你爱的人，还是爱你的人？有点俗气。对，太俗气了，换一个。好俗气。这个是爱，这个我觉得。所以呢？我会选择一个，既是我爱的，也是爱我的人。那你也很幸运啊。我要一个双向奔赴的东西，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这么努力的生活，就是让我有底气，能够自己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很独立的去生活，对不对？对。第一能养活自己，第二就是能够自给自足，不靠任何人生活，这是我努力工作的原因。当然也有热爱。所以，那另外一个人对我的要求，我对另外一个人要求一定是我爱他，并且他也爱我。那就不将就呗。绝对不将就，因为如果将就的话，那
图什么呀？如果能重新选择，你会选择现在的工作吗？你肯定会选择现在工作。我不一定，对，我觉得还是一个运气的问题。因为有一些时运的东西在，可能把自己推到了某一个行业里面。哦，对，那如果我当时没有那么幸运的话，其实我应该还是在我原来的领域待着，做法语专业的事情。对，我们其实好多都是在就公司里面上班嘛，就可能做管理岗，做像我有同学做财务岗也有，有的人做市场的，有人做公关的都有，就其实还是上班呗，对。哦，所以我的这条路径走过来，有很大一部分时运的成分在。你呢？其实我可能如果重新选择，我想换一个。哦，你也想换？你想换什么？因为我已经体验过演员的生活了嘛，也体验过这个，就是所谓你做一个公众人物，你可能会被看到、会被瞩目的这样的一个生活。其实我可能想换一个，就是更，不那么被看到的一个工作，更技术上的东西。哎，那你是不喜欢抛头露面吗？其实我发现我不喜欢。哦，你不享受比如舞台、人群的中央？说实话，我曾经认为我是喜欢的，现在我发现我没有。其实，在很多时候，你没有发现我在集体，就是大家36个人都站在那儿的时候，我永远是快速跑过去的那个。为什么呢？我不喜欢别人关注我。哎，这个挺爱的。随着自己越来越了解自己，我就觉得我是爱人。哎，你录到现在这个节目，你算适应了吗？这个节奏？没有，没适应啊。说实话，就是习惯了，但是并不舒适。来这个节目，我发现了这不是我的舒适区。我觉得可能演戏才是我的舒适区。综艺不是？综艺不是我的舒适区，因为我觉得录综艺，大家只是觉得我很好玩儿，所以很多综艺愿意找我去。去了之后，那就做自己，就是然后有的时候好笑，大家就觉得他怎么那么搞笑。但是其实，说实话，我是一个更走心的人，就是深度交流和搞笑，你要我选，我更愿意深度交流。对，这个跟我们表象看到的都不一样哈。我其实跟你们看到的挺不一样的，但是我是很有疏离感的人，就是我不会把我这一面给很多人看到。我是其实可能在姐姐这个舞台上面，你可能是第一个了解我这些的人。你给我们的印象反差很大，对你感觉不是这样。因为我不会把这一面放在节目里面去跟别人聊，因为你会觉得节目里面还是需要你活泼、热闹的一面，你就还是多展现那一面就好，是吗？不是，是因为没有机会跟你去聊这些，因为我不会是一个主动拉着别人去诉衷肠，然后去跟他讲，你知道我想什么什么，我觉得不重要，就可能我觉得开心就好了。那你还跟我聊了不少，我还发现你好多才能令人相看。那没有，也是才女一枚。我们是停这儿吗？到了。哇，我们下车。